继日本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和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之后，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周五也正式宣布将竞选自民党总裁。与此同时，上周五突然宣布放弃连任首相的菅义伟，正计划再度访美，在四方安全对话首次领导人面对面会谈的空隙，与拜登举行双边会谈。外界估计，菅义伟欲赴美，主要是希望巩固自己积极推进的印太战略，作为执政遗产。来看看报道。 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周五在国会内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将竞选自民党总裁。この度の自由民主党の総裁選挙に立候補いたします。人が人に寄り添うぬくもりのある社会を作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河野太郎是继日本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和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后第3位正式宣布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候选人，同时这也是河野继2009年之后第2次竞选总裁。为协商参选事宜，河野太郎可谓马不停蹄。周三，他先与前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了会谈；周四又访问财务省，与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会面。 现年58岁的河野太郎，去年9月加入菅义伟内阁，今年1月起负责整体协调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他曾先后8次当选议员，历任日本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职，隶属于党内第2大派系麻生派，从政经验丰富，在民众中人气也很高。 而在上周突然宣布弃选后，菅义伟周四晚在官邸首度举行记者会，对弃选理由再次说明称，认为应专注于应对疫情，做出了不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判断。菅义伟强调将尽全力履行职责，直到最后。 自民党新一届总裁选举将于9月17号发布公告，29号进行投机票。关于在总裁选举中支持哪位候选人，菅义伟称将在发布公告前做出判断，还表示将参加卸任后的下届众院选举。 值得注意的是，离任在即，菅义伟还在张罗着再次访美。日本共同社周三报道，菅义伟将于9月下旬访问华盛顿，参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首次领导人面对面会谈。共同社援引几位未透露姓名的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在拟议的四方安全对话的间隙，菅义伟可能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双边会晤，预料将谈及台海问题。 这场突如其来的访美计划令日媒直呼非常罕见，也受到日本政坛各界的质疑反对。在周四的记者会上，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谈及菅义伟访美时，特意回避了详细说明，仅称具体日程还未敲定。被问及菅义伟为何要在任期结束前访美，加藤称这是美方提议菅义伟在辞任前再次同美领导人举行会谈，并表示这是主办国美国决定的。 日本政坛也炸开了锅，一位自民党官员质疑称，即将辞任的人去了美国也不会取得什么成果。立宪民主党干事长福山哲郎表示，对未来不负责任的首相为何外访，我是很难理解。众议院议员岩川铁也在国会上猛批菅义伟称，都退出参选了，到底去美国干什么呢？这种时候难道不应该集中精力抗击疫情吗？菅义伟9月能否访美？ 确实既取决于日本的这种积极的态度，同时也取决于拜登的对他的这个接纳程度。因为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即将下台的首相，美国未必能够体现出足够的这个兴趣，尤其是能否谈出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于菅义伟来说的话，这一次访美其实是他的这个收官之笔。那么同时，作为担任过首相的一个政治人物吧。 也希望能够为下一任或者为后面的日本政治留下一定的政治遗产。今年4月，作为拜登入主白宫后接待的第1位外国首脑嘉宾，菅义伟已经实现了第1次访美，并与拜登就进一步强化日美安保体制、推进印太战略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在会谈后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及台湾问题，这是自1969年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与日本时任首相佐藤荣作会谈以来，美日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首次写入有关台湾的内容。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日本行政改革担当相河野太郎决定将竞选自民党总裁。中国国内有评论认为，作为自民党内公认的有华派，河野的参选对自民党内的对华鹰派是一个制衡。您对此如何解读呢？确实，河野是有可能赢得本次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候选人之一，因为他当前的名望在自民党内是最高的。接下来，他只要能够通过私下的合纵连横，赢得党内其他有实力的派系支持就可以了。
不过，对于有评论把河野归为友华派，我就不太敢苟同。这显然采取的是龙生龙，凤生凤的血缘决定论的观点。因为河野太郎的父亲河野洋平是自民党内著名的友华派，曾发表过对华示好、深刻反省战争责任的河野谈话，他们就据此认定河野太郎也会是一个友华派。很显然，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事实上，河野太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对华强硬派。他在担任防卫大臣时，多次批评中国军机进入日本周边空域是威胁行为，并经常在香港与台湾问题上说三道四。其措辞之强硬，即使是在日本的鹰派官员当中都是极为罕见的。不仅如此，我甚至认为，随着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对华态度的日趋强硬，日本自民党内的对华鸽派已经基本上是不存在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已经表态参选自民党的几位候选人，包括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前总务相高市早苗，还有行政改革担当相河野太郎，他们不仅都将对抗所谓的中国威胁，尤其是将台海问题当成了自己的主要政见，而且这些人对中日关系以及台海问题的表态一个比一个强硬，出现了相互飙车的现象。岸田文雄甚至认为，日美两国有必要就台湾有事来进行联合的兵推演练。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人发表的仅仅是选举性的语言，是为了赢得选举的权宜之计。事实上，这才是他们内心的真正想法。只不过这些想法因为这场选举而被充分激发与暴露出来了。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表示，台湾与日本的距离非常近，就像鼻尖到嘴巴，所以日本会把台湾的和平稳定当作自己的事，不可能当作别人的事。您对此又是如何看？我们知道，鼻子和嘴巴不仅都是长在一个人身上的两个器官，甚至是长在一个脑袋上的。中山泰秀把台湾发生的事情当成是日本自己发生的事情，很显然，他是把台湾当成了日本的一部分，把台湾问题当成了日本的内政，这就真的是滑天下之大忌了。当然，更加离谱的还是中山泰秀得出这个结论的逻辑推理，因为台湾与日本的距离非常近。要知道，朝鲜、韩国以及俄罗斯离日本的距离也都非常近。按照这个逻辑，这些国家发生的事情不也都变成日本的事情了吗？而在我看来，包括中山泰秀在内的日本政客们内心真正的逻辑其实就是，由于过去日本曾经侵占过台湾，对台湾进行过殖民统治，所以他们至今仍然把台湾当成了日本的一部分。当台海发生战事的时候，他们就要伸手来干预。也就是说，这些日本政客们至今仍然不知道今夕是何夕，仍然生活在错乱的时空当中。那么从日本政客们的这些言论当中，我们也就可以对眼下的中日与美日关系还有台海局势做出这么几个大致上的判断。第一个是，当前的中日关系与台海局势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即日本政客们仍然将台湾当成了日本的一部分。这个也就意味着，未来台海一旦发生战事，即使美国不动手，日本都会冲在最前面。第二，日本近来在对抗中国与介入台海局势上甘当过河卒子的角色，实际上是美国放虎归山的结果。在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为了压制住日本，一是给日本头上套了一个紧箍咒，也就是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二是在日本驻扎了大量的军队。但是近年来，为了应对中国，美国的对日战略发生了逆转，不仅开始全面为日本松绑，允许日本明里暗里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而且驻军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了压制日本，而是在为日本挑战中国撑腰。那么第三，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能就要冷静地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即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究竟是谁？我相信很多观众都会脱口而出是美国，但是我要说的是，你们的判断可能错了。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尤其是解决台湾问题时将要面临的最大威胁，其实是睡在我们卧榻之侧的日本。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